嗨，欢迎来到扭转乾坤，一个让你看透股市的频道。这里我们将为你讲解马股的大小事。上一支影片我们做了 D-Sonic 的分析，反应非常不错。那么大家准备好来听小编说说第二家和我国政府离不开关系的公司了吗？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哦。那么小编我看到了评论区，其实很多聪明的网友都猜到了小编我在说哪一家公司了，没有错，就是在2018年时大家都叫它 MyEG 的公司 MyEG。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MyEG 当年在509换政府之后的股价是从5月8日的2令吉60仙开始直接一度跳水，甚至一度去到了90仙的低点，整整跌了65%。之后的几天也是不见好转，因为当时 MyEG 的业务实在太过于依赖马来西亚政府，而且连他们的董事局也有巫统的成员在内，所以当时股市普遍不看好跟巫统有关系的公司，才导致了这样的跌幅。当然，这样大的跌幅也不是小股民能够制造的。听说董事局也有人在丢票，这里小编就不能多说了。那么换政府后的 MyEG 到底怎么了呢？是否有慢慢的摆脱 MyGG 这个称号？那么就让我们来继续看下去。在2018年巫统大败之后， MyEG 其实知道马来西亚政局已经不如往日稳定，而他们也没有选择继续靠着政府吃饭。在2018年的11月，他们就把业务扩张到了印尼一家叫做 Cadence Technology Indonesia 的公司，帮他们做税务管理相关的工作。之后呢，也在2018年12月也扩展到菲律宾，在那里做一个叫 iPay Philippines 的公司，专做 Electronic Payment， 然后他们也提供 e-Government Service 给孟加拉政府。之后在2019年的1月份，他们又在菲律宾发行他们的网上保险 Online Insurance Portal， 这可以为菲律宾大众提供各式各样的保险。接着 MyEG 也在2019年4月宣布他们将计划投资一家在中国的公司，叫做 Jingle Magic Technology Co， 而他们帮助他们开发的项目就有 Virtual Reality VR、Augmented Reality AR 和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来提升这家公司的教育科技。此外，同年11月 MyEG 也开始第一阶段的帮菲律宾政府做数码政府服务。来到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他们也开发了一些人工智能病毒追踪软件给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政府。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看到 MyEG 并没有因为没有了之前那座靠山而兵败如山倒，反而用极快的速度做出调整，重新出发，而且专攻海外市场。那么他们海外市场的业绩又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会说到，请继续看下去。那么 MyEG 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又有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一些政府部门的服务，他们都把它数码化，然后拉到平台上来做。就比如说更新驾照、考车的 Theory Test、更新 Road Tax、更新外劳执照、申请身份证等等的服务。然后至于私人部门，他们就有做一些车的保险、买车的交易网站、招聘外劳、网上付款方案 Payment Solution 等等。不仅如此，刚刚提到他们的海外扩展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他们分别在菲律宾、印尼和孟加拉都有业务，而且客户高达500个 million， 而他们主要也是做一些保险、私人贷款，刚刚说到的税务管理和一些政府部门的服务。那么了解完了 MyEG 的业务，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这个季度的表现如何。首先，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季度的收入是136个 million， 比上个季度的124个 million 增长了12个 million， 也就是 9.6%。而盈利方面也是从上个季度的63个 million 增长到了70个 million， 上涨了7个 million， 也就是 11%。至于盈利率方面，也是在 52%， 比上个季度的 50.7% 稍有起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并没有多大的影响他们的收入。从他们的季度报告上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季度主要的收入来源是 Immigration 和 JPJ 相关的服务。
例如网上申请更新 Road Tax 和驾照。至于私人界的业务，就有网上交通工具交易、金融服务和税务监控系统和外劳相关的业务。此外，在疫情肆虐期间，MyEG 也提供了健康检查服务和网店 Nakbeli 专门卖一些日常用品，这也为疫情中的MyEG提供了额外的收入。那么说完了他们的业绩，我们来看看他们在海外扩张的计划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实行呢？还是只是开空头支票而已？从他们的年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扩张计划是快速而且有效的。就在短短的1年，他们原本在国外根本没有收入，变成了在2019年拥有144个 million 的收入。由此可见，是有在兑现承诺的，这也能弥补他们在马来西亚下滑的收入。此外，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主要客户也只各占了他们收入的14和18%，也表示客户带来的风险相对分散。那么在这里顺便一提，MyEG 虽然发展到了海外，但是他们的运营基本上都还只是在马来西亚而已，只是客户在海外，而且他们的所有业务都是同一个类型，所以算为同一种业务。之后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股东分析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截至2019年12月31日，MyEG 的大户持股基本上是 93.68%， 也就是持股少过10万股的散户只有 6.32%。 那么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要和大家说说。小编发现当时巫统还在位的时候，MyEG 的股东内有个叫 Dato Dr. Noresa binti Haji Mohamad 的人，此人大有来头，他曾经在2000至2003年担任巫统的最高理事会成员之一。那么他在大选前是拥有了MyEG 29.71% 的股份，但是他是通过一家叫 Asia Internet Holding Sdn Bhd 的公司来持股，但是大选过后，有传他卖出了他所有MyEG 的股份，好让巫统有现金周转。而且那时 MyEG 还出来辟谣说他并没有这么做，而且也表示 MyEG 并没有和任何的政治有关联。但是现在看回来，MyEG 的财报，此人怎么从29.71% 沦落到了只剩下 0.76% 的股份呢？这里就留给大家做出猜想吧。那么在这个2020财政年，MyEG 也计划 private placement 私下配售220 million 股，也就是公司 6.29% 的股票，总值407个 million 来进行筹资。而这些筹资的目的是用来发展医药相关的服务、外劳住宿和建造一些小亭子来为更新 Road Tax 服务所用。小编个人觉得私人配售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这样公司就不必向银行借贷，这也将保护 MyEG 现在的净现金地位，而且筹到的款项也是用来进一步扩张公司的业务。这里小编也做了一个小报告，里面会有 MyEG 计划怎么使用私下配售得到的款项。有兴趣的朋友请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like 这支影片，并 follow 我们的 Facebook， 然后在 Telegram Group 的 Pin Message 索取这份文件，这是完全免费的哦。至于最近很热的疫苗方面，据了解 MyEG 也将拨出4到5个 million 来委托一家叫做安徽智飞的中国疫苗临床研究公司，在卫生部的监督下，在大马进行疫苗的第3阶段临床实验。如果成功， MyEG 将成为这款疫苗在马来西亚的唯一供应商，而且他们也致力获得回教发展局 JAKIM 的清真认证，以便向全球回教徒推销疫苗。那么 MyEG 未来的展望又如何呢？他们表示他们会继续开创新的科技，以提升他们在马来西亚和亚洲的服务，以让他们的业务继续扩张。至于新冠肺炎的打击，他们表示他们会把它看为一次机会，就好像他们推出的网店和健康检查服务那样。公司表示他们对未来的展望虽然保有谨慎的态度，但是依然保持乐观。那么你们觉得 MyEG 脱离了之前政府的束缚之后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可以到下面踊跃留言告诉小编哦。之后想要小编解说其他股票的话，也能在下面留言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